认真攻略，从不漏球啊！大家好，我是琉璃。我们这一期视频呢，简单聊一聊这个电法的构筑啊。就今天凌晨的时候，GG 应该发了个补丁，把兵法的那种什么冰冻时触发呀，还有各种乱七八糟的东西全砍了啊。我看了一下，应该是砍成只有对 BOSS 才有效果了，打别的东西效果非常烂，可能砍了10倍啊。这个让人感觉想起了暴雪在 S0的骚操作。就我在刷图的时候。那时候的五位酋长戒指本来捡战吼是12秒的冷却，然后呢我爆了一个用了很久，然后别人跟我说说这个东西被砍了，我说不会啊，你看这还是12秒，镜头吼了一下只减6秒了。总之就是印象深刻吧，这种事情暴雪也没少干，只能说 GG 也干了。然后如果你现在玩的是兵法，然后呢又没钱洗点我给你一个推荐的小去处，就是接伐这里，你按住 Alt 按住 Ctrl 点它。会提示你要不要开一个新副本，然后这边副本附近有一个 BOSS， 你可以去他那里打装备，搞点钱去洗点但是这个 BOSS 的掉落好像也被 GGG 给砍了，现在打一趟可能也就几千金币了，所以你可能要刷比较久的时间或者跟我一样昨天没钱洗点了去异界捡垃圾。那接下来先演示一下这个电法这个玩法因为我现在断图了，没有更高级的地图了，所以我这边用的是一个阶级10的地图来做演示正常来说我这个电法现在打12到14是没问题的，15的话呢就要看房间的搭配了像这种房间小房间电法的战斗会更舒服一些然后它的操作你可以看到就这样，你就进图的时候看一下房间的类型，然后直接进图这么扔技能就完事儿了，不需要有什么别的操作就像我现在这样就再说一下这个电法的输出的逻辑就是我们扔这个电弧，然后电弧呢出去会打中怪物，这个电弧打怪的时候它是能复数命中的，所以在这种小房间它来回回弹伤害会特别高所以说相当于是一个小房间战神。然后呢如果是大平原的话，你的伤害可能会稍微低一点但是你操作得当一样是能打得很舒服的，就像我现在这边带了个冰墙嘛，对吧打大房间的时候，如果4位周围都来怪，你电球只能对一个方向打得不爽你就人为的扔个冰墙控住一波怪物，然后对着一个地方输出这也是兵法给我们留下来的谨慎的遗产了总之它这个玩法就是这样，很简单。然后再说一下，就是如果你碰到了稀有的怪物啦，或者是那种魔法怪物你就扔我们的这个 E 这个键也就是风暴漩涡。风暴漩涡这个技能怎么连待会儿会说用它来给怪挂一些异常的效果然后如果碰到那种非常非常肉的 BOSS 或者是精英，你再开这个魔力暴风然后这些技能的效果呢，我们回程书就实战演示也看到了就各位也看到了，就是这么简单无脑的一个玩法。然后说一下电法这个体系先说一下我们技能怎么连。像电球的话，我现在是个4连的电球应该是叫5连吧，因为它开了4个孔嘛，对吧然后连了一个坚持不懈，让电球的投射物有更久持续时间，连了一个密能节奏，让它有更多释放，再连了一个净化破坏，让它造成更高伤害，最后连了一个涡轮，让它有更多投射物速度然后是风暴漩涡。风暴漩涡这边呢要连3个绿宝石，如果你的敏捷不够，你是没法连的所以你天赋里可能是像我这样要补一些敏捷当然你装备上找敏捷也是一样的然后它这边的话呢要连闪电暴晒。暴晒呢是一个减怪物抗性的效果，我们之前玩兵法的话可以扔一个寒冰豹吧，很轻松的就能挂冰暴晒了，然后电法这边就困难一点你得先扔一个风暴漩涡扔完了之后你在漩涡范围内扔这个电弧就能对周围敌人进行感电，还有造成暴晒了。然后你再给他连一个神经超载，这样子呢他就可以使敌人触电了。触电是一个阻断别人目标的行动，定身他们的效果最多时间是5秒钟。打 BOSS 的话或者是打精英，你可以用这个东西来打一些异常，来让你更安全最后挂一个传导来增加它的感电几率。然后魔力暴风，魔力暴风的效果呢就是你扔完了之后站在里面会造成极高的额外伤害，但是呢耗蓝也会非常高就像我现在这样你看蓝量就是跟流水一样下去了，对吧这个就是魔力暴风的效果，是个增伤的。就如果你是打 BOSS 或者打稀有怪物你再开，正常刷图的时候我们一般是不开的
然后冰墙这边就随便连练吧，连了我这边就是连了几个额外的技能啊，让冰墙可以帮我阻碍一下，你不带冰墙也是 OK 的。然后被动技能我们最核心的就是大法师这个叫持续技能，它的效果呢是我们每拥有100魔力增加我们一定数值的额外闪电伤害，然后呢我们通过一些手段啊可以把自己的魔力堆到2000甚至3000，那么大法师就能给我们提供几倍的伤害了，这是我们这个玩法最主要的伤害来源啊，就是堆魔力转伤。我们天赋里也有一个小点啊，它叫做密能强化，也是可以根据魔力增伤的，也就是说在我们这个体系里魔力增伤的维度就有这2个啊，所以堆魔力对我们的伤害是一个很大的增益啊。然后其他的这些被动说来怎么开啊，就是我们昨天视频有聊过，就是搞一个带惊魂的权杖，然后这个权杖呢你可以给它弄一个很高的魔力，再搞一个魔力回复啊。正常你想要搞一个词缀很好的法杖，它是非常贵的，那你搞一个这种权杖可能也就1个崇高就能换到了。另外就是副手啊，我们权杖带来了额外的惊魂，让我们多开了一些辅助技能，副手呢就可以根据这些惊魂来给我们提供法术伤害了。在前期副手配合武器这样搞个300多的 A 伤啊，收益是很高的。在后期的话，我们有一些别的增伤的手段之后，你就可以把它给换掉了啊。就正常的构筑下，肯定还是黄武器加副手收益会很高。但是呢，在我们现在前期，很多人可能刚从兵法转过来，你武器副手一看啊，几十个崇高石，对吧？那你可以先像我这么配，反正我这么配也能打也能打 T14的图了啊。然后再说一下开被动啊，就我们通过武器搞来了额外的惊魂，开被动开什么呢？可以开像我这样开极地装甲，怪物靠近我们会受到伤害啊，也不是受到伤害，是近战攻击我们的时候会对它造成伤害，给我们提供减伤。其次是这个叫血神还是毒神的技能，它可以让我们把诅咒变成光环效果啊，像我现在给它连了一个导电，再连了一个咒术绽放，然后这个光环虽然脚下看的挺小，但其实扩散范围挺大的，应该差不多有我到水井这个范围吧啊，这样子我们在刷图的时候就不用手动扔诅咒了，可以全心全意的扔电球了。然后呢，靠近我们的怪物就会被挂上诅咒啊，效果也是不错的。如果你觉得啊别的技能像极地装甲还有下面提到的冷酷之剑或者闪现，你觉得他们不好用啊，你可以把他们抠了，你给上一个再上一个诅咒啊，再上一个我们这边的衰弱啊，衰弱就可以给怪一个更高的减伤啊。像我这边的话，就是我把衰弱平时放在身上，打一些高难的图的时候啊，我把衰弱放上去啊，下面闪现就不能用了，相当于用闪现来换了一个衰弱的效果啊，这是其二。然后接下来还有几个可以带的东西，就是冷酷之焰。冷酷之焰的效果呢是敌人或者是召唤物在我们的存在范围内死亡会有概率产生痕迹啊，这个存在范围是6公尺，还是比较长的。然后这个痕迹是什么效果呢？痕迹是能量护盾啊，它是一个球形态的东西，就是我刚刷图的时候各位有看到，吃了这个球就能堆盾啊，像我现在6000的盾，吃球就能堆到最多1万多的盾啊，这些东西其实都是之前点燃火灵的构筑，然后现在被我们电球拿过来用了啊。最后这个就是连一个闪现啊，这个懂的都懂吧啊，法师的经典技能跑得快。然后连闪现有什么好处呢？就是你鞋子可以不要移速了啊，前期有一个跑路的技能，你可以选择一个没移速的鞋子，鞋子这个部位现在有移速跟没移速价格可能差了5倍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再说一下电法这边的天赋啊，跟兵法的区别呢，就是我们的连线在上面这边啊，要连出这边的这种电系的增伤啊，电系的穿抗这些，就兵系这边不要连电系。然后其次就是这边啊，这边有一些电系的分叉，还有施法也可以连一下啊。当然这边这个增加感电概率我暂时是没有连的，未来也是可以考虑连一下的，现在我的点数不够啊。然后是从这边过来，这边的话呢，释放魔力回复这些是因为我之前连了，然后没钱洗点的就暂时连在这里，这3点是可以抠掉的啊。然后上面这边呢，像时光前推这个投射物，还有这边的保存实力这个技能持续效果都是 OK 的啊。再往下就是我们提到的这个异灵之体，这个灵异之体的效果是让我们最大生命变成1，而且免疫混沌伤害。然后它跟我们的衣服，也就是残破长袍是有一个额外联动的啊。我们昨天视频有提了，这边就说一下，就是虽然说啊这个东西把我们生命变成1了，但是这个衣服的转盾还是按照我们之前的生命来算的。你之前有2000生命就给你转1000的盾啊，这个是基础盾，能吃我们各种最大屏障这个加成的啊，就会导致你看我这个衣服脱了2000盾，衣服一穿上去啊变成6000的盾。
然后还有一个转盾的手段是，应该是在哪边来着？我找找啊，应该是在这里叫异能魔力啊，效果是把能量护盾转成魔力值，这个是跟我们项链配的啊。我们项链在大法师体系下是肯定要带这个项链来提供额外最大魔力和一些属性的啊，不对，说错了，就大法师体系下，我们应该在装备上找最大魔力嘛。然后这个最大魔力值可以被这个项链转成我们的能量护盾，然后呢，你点了异能魔力之后，我们装备上的这种基础的能量护盾值，比如说我这个投个基础的98，它也会被转一下，转成魔力，但这个转的是能互转的，转成魔力之后又被项链转回来成能量护盾了，也就是说一来一回其实没亏多少啊。就我这边穿脱一下，你可以看到摘了这个项链之后，我的盾量啊从6300变成3800了，也跌了2400啊，也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吧。如果你前期现在刚转过来，装备非常差，那你可以不带我们的项链，就不带这个永恒凝视。这个项链现在市价可能是40到50个崇高石了，但是衣服你是可以带的啊，带了衣服，然后配合我们的这边的异灵之体，身上堆生命值，你看这样子也能有个4000左右的护盾嘛。然后你项链如果有最大魔力之类的词缀啊，你的盾量也是能轻松做到4000的。我找找我的项链还有没有魔力值的啊，就这边拿一个最大生命和魔力的来看啊，你看戴上去之后也是有4300的盾啊，跟这个项链的区别在于什么呢？在于我们的魔力值啊，魔力值可能是戴上这个项链更多。当然我这种带最大生命最大魔力的项链呢，因为它是没有技能的，所以实际的强度应该还是比不过这个项链的。然后接下来别的点就是一些常规的点了啊，像什么增加能量护盾值啊，像什么这边的穿抗啊、挂异常这些效果啊，还有这边的增加最大魔力的效果，这些都是正常的点，就没有什么特殊的点了啊。这边说一下，就是如果你没有带额外诅咒，那么你这个灭世之语也是可以抠掉的。然后未来的一些连法的话，因为我现在才81级嘛，我的天赋点还是有很多空缺的。等我到时候练到90级或者是95级了，我可能再发一个更好用的天赋盘在暗黑河那边啊。然后天赋就这样，装备的话呢，我们前面说了武器跟副手，那接下来我们说一下别的部位啊。别的部位的话，衣服这边和项链这边都是很廉价的装备嘛。然后我们头的话呢，就是找一个能量护盾的底子，然后堆生命、堆魔力，再堆一些抗性啊，包括手套其实也是这个逻辑啊，包括鞋子，包括我们的戒指都是这个逻辑，只不过区别在于你未来可以在戒指这些地方找一些闪电伤害、施法速度，鞋子这边找移速啊，手套这边的话其实也没什么好找的嘛，对吧？手套这边也是找一个施法，大概就是这样。你可以看到我现在前期都是一些比较差的装备，全身最高的价值就在这个项链上啊，那么就是这样吧啊。其他的我想想应该也没啥遗漏的吧。昨天那期视频其实也说了挺多的，就反正电法是一个很简单的体系，就是很简单粗暴啊。因为有大法师，所以把蓝转真伤了，我们猛堆蓝，猛堆蓝之后呢，再根据这个项链啊来猛堆盾啊，大概就是这样的一整套体系。反正就是你可以在前期找一个这样的项链用吧啊。那么以上就是这一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具体的电法的构筑呢，我暗黑河那边也发了一份了，那边也把我目前所有的装备词缀还有一些东西都发上去了啊。那么我是琉璃，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